开始收拾老房子，先从厨房做起，毕竟民以食为天，不吃饱哪有力气干活呢？比起其他的2间房，厨房是最为脏乱的，打扫和清洗需要费点精力和时间。想到日后可以约3两朋友来这里做饭、喝茶、聊天，顿时间我的干劲十足。整理灶台、清理垃圾，埋头苦干了1个多小时。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回到农村，一个小时候最想逃离的地方，做自己喜欢并热爱的事，每天都会感到充实和快乐。整理过后的样子，等到赶集的时候再去街上添置点厨具。厅收拾起来就简单多了，不要的东西直接丢掉，然后再打扫一下就可以了。活干累了，出去溜达一下。周边都被密密麻麻的葛藤给覆盖了，这种植物的入侵能力极强。不远处有一口鱼塘，过些日子买些鱼苗回来。夏天的雨不会持续太久，上午还是阴雨天，下午天就放晴了。厨房整理完过后，开始解决水的问题。今天找来了一位帮手，报酬是日后来蹭饭。先把路扩宽一点，这光脚干活的人的确要比穿鞋干活的人效率更高。台阶用砖铺一层，防止下雨的时候打滑。底下用石头垫高，再用清理出来的沙石铺在上面。捡石头的时候看到一株菖蒲，那必须得拔了，让它到别的地方继续发挥它的价值。不管外面的温度有多高，这里的水永远都是清凉的。这水成了食物最好的保存剂，就连冰箱都省了。准备给厨房砌一个置物架，清理掉之前旧的，开始搬砖。拌水泥是之前老爸教的，正好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。侄女是个得力的小帮手，一边帮忙干活，一边还在旁边指导，像个小行家似的。别看年纪小，干起活来可一点都不赖，还真帮了我不少的忙。之前看老爸砌砖的时候，感觉特别的容易，等真正到了自己手上的时候，却感觉无处下手。刚开始倒腾了大半天，就砌了2块砖，心里开始有点着急了。照这个速度下去，不知道要砌到什么时候。时间在一点点的过去，进度却没有多少，还累得满头大汗。慢慢的，终于找到了点感觉，开始顺手了。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难，经过多次的尝试和揣摩，找到方式方法就容易多了。虽不能跟专业的人士相比，但自我感觉良好，只要砌好了不倒就可以。毕竟咱也不靠这项技能吃饭，自己动手比请别人来做来得更有意义。第1层的效果感觉还行，铺上第1层木板，调整到合适的位置。接下来铺第2层的砖，有了前面的经验，后面就简单多了。上第2层的木板，一个简易的置物架大致就完成了。整理过后，再把泥沙清理干净。前几天买的锅碗厨具就有了安置的地方。忙活完，准备做个拌面，犒劳一下我的小帮手们。肉里放入生抽、蚝油、盐、生粉，搅拌均匀，然后再腌制一会。准备3个西红柿，1根火腿肠，切成丁备用。终于在老房子迎来了第1顿午餐，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。把炒好的料汁倒入提前煮好的面里，干完活再吃饭，感觉特别的香。好吃，好吃啊！天气比较炎热，把西瓜放到水里，等干完活再来吃。
今天准备用水管把山里的水引到池塘里去。炎热的夏天干活，不知道对体重有没有减轻的效果。喜欢听流水的声音。清理掉旁边的杂草，再开一条放水管的沟。水的位置距离池塘很近，没有费很大的功夫，这也是当初为什么看上这里的原因。顺利的把水接到了池塘，我开始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了。明天再来看看水位能涨到多少。上去容易，下来就难了。看来这飞檐走壁的功夫还是要多加练练。上面的石头都比较滑，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的，已经顾不上什么形象不形象的。忙活完去把西瓜捞起来犒劳一下自己。听到这清脆的声音就知道西瓜一定很红。人生总要有那么一两个理想，用尽全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此生才不留遗憾。昨天把水管接好了，找了一个大缸用来储水，还要去检查一下水管，再来放水。路上一个大坑，目测宽度1米多，轻松一跃就过去了。夏天的声音真好听。到了接水的源头处，只要把水管放到水里就可以了。返回的时候，远远的就听到了水声，水缸里的水也都满了。把水管固定一下，日后再给水管做个装饰。老房子门前的这块地要给它弄平整一些，再铺上砖。前些天剩了些水泥，把小溪边也给它铺一层，再贴点石子，这样就美观多了。侄子在一旁帮忙捡小石头。一个学期的学业结束了，期末成绩还不错，这下干活更卖力了，可以开开心心迎来2个月的暑假。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，刷了一上午的墙，结果全部要铲掉。起了一个大早，去山上取黄土，准备涂一面泥巴墙。一锄头下去，软绵绵的，挖到蚂蚁窝了。最近几天温度比较高，不过早上还好。夏天适合早上干活。把泥土倒出来，准备搅拌。开始涂墙，从上至下，感觉用工具刮得不顺手，后面换上了手套，直接徒手来涂。我想要的效果就是有纹理感的，所以表面不需要太平整。午休后回来，发现干的地方全部都裂开了，没办法，只好全部铲掉，再想想其他的方案。铲完墙准备去喂小鸭子的，结果一只鸭子的影子都没看到。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鸭子被偷了。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小鸭子从上游游了下来，好在是虚惊一场。小鸭子一天一个样，3天的时间就长了不少。呀，这是什么？哼。拿个剪刀一剪，好臭，是不是它放屁？特别臭，我吧。下次不要来吃我的鸭子了啊！吃我的鸭子我就弄你了啊！放过你！
去河里捡石头，用来铺院子。挑选出白色带点透明质的石头，铺在院子里才会更好看。我这里有2个，一个黄色的，跟这个一样，只不过有点大了些。看到荷花就联想到鸡了，抓一只来做叫花鸡。用牙签扎出小孔，这样腌制的时候才更入味。放入蚝油、生抽、香叶、桂皮、干辣椒、花椒、盐，还有茴香，腌制半个小时。再放入香油、麻辣鲜，根据个人口味调和。用和好的泥巴包裹起来。心急是吃不了叫花鸡的，静静等候2个小时。把桌子碳化一下，这个事情还是得老哥来干，我负责打下手。用砂纸打磨碳屑，露出原本的木色。清洗干净。晾干后刷上木蜡油。木蜡油是我之前选用的黄花梨色，一刷完整个桌子黑了几个度。老房子之前留下了不少可以用得上的材料，稍加修改一下，又成了一件新的物品。老物件还是比较耐看的。山上最不缺的就是竹子，用竹片做凳子的板面。固定好后再切平整。土豆对我的小鸭子很感兴趣。夏天比较炎热，不太适合种花。我在这里撒上了一些黄豆，现在都已经发芽了。前2天砍回来的玉秆，晾晒也差不多是时候了，明天可以腌制酸玉秆了。昨天由于长辈和朋友的到访，休息了1天。来自长辈之间的对弈，中国象棋，小的时候学过一点，现在都已经忘了，只记得象走日，马走田。
老哥家的狗前些日子生了一窝小狗仔，一共6只。没有什么比吃奶更有劲，这其中还有一只是卧底。我比较喜欢这只白色带斑点的。前几天刚睁眼，现在已经开始会走路了。这走起路来摇摇晃晃、萌萌的，真可爱。萌萌的。开始干活，把前些天捡回来的石子铺一下，和点水泥。石头随意摆放就好。另外一边也给它铺上砖。去把秧秆收回来。最近的天气特别好，就是有点热。酸秧秆是我们这边的一道家常美食，腌制好后加入蒜、辣椒爆炒，简直不要太下饭。喜欢吃大肠的还可以用来炒酸大肠。把秧秆切成小段。切好后放入适量的盐，搅拌均匀。切的时候没有戴手套，手特别的痒，用白酒擦拭一下可以缓解。用来腌制的缸放点白酒，用来杀菌。准备装盘，这次我戴了3层的手套，真是被痒怕了。装坛还要给它压结实。把口封严实，放置阴凉处1个月左右就可以。准备搭建一道入口的门，先测量一下宽度，确定好位置，做个记号。费了不少的功夫才把木材运进来。老哥说的对，我真是干啥啥不行，钉子撬了半天也没撬出来。还是去干点我能干的活吧。打打下手还是可以的。选了4根较粗的木头用来做顶梁柱。老哥说这个大门交由他来做，接下来看他怎么表演吧。把柱子碳化一下，砂纸打磨之后刷上木蜡油。进度虽慢，但是每天都有活干，感觉很充实。家里的南瓜正值开花期，每一朵都是黄艳艳的，这怎么会缺少了我们可爱的小蜜蜂呢？除了南瓜，架子下面还藏了好几个西葫芦，摘下来做一道炸南瓜花。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吃过，味道肯定不错。过些天就吃这个小南瓜。加入适量的面粉和2个鸡蛋，加点少许的水，搅拌均匀。再放入适量的盐。做饭一直都是我的弱项，但只要用心学，日后定能做出可口的饭菜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一定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。只有热爱点什么，才能确认是生活没意思，还是自己太乏味。今天老哥带我去他朋友的农场参观。农场在大山的深处，进去的地方还设了关卡。这样的山路，普通的车辆是进不来的。又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。一进来，首先看到的是老母鸡，还有2只大公鸡。用的是太阳能发电，但是没有网络。旁边有条小溪，跟我那个地方有点类似。养了这么多的母鸡，鸡蛋是一定不缺的。鸡都是放养的，吃的是玉米粒。
这里是专门用来给鸡下蛋的地方。数了一下，有7个洞。二师兄拼命地摇着尾巴欢迎我的到来，这个眼神像是在说，来都来了，怎么还空着手，没给我带吃的。除了二师兄，还有10来只的小佩奇和乔治。这些小猪猪都是头部和尾部是黑色的，只能说是基因太强大了吧。用餐的时间到了，这二师兄开心地摇着尾巴就跟过去了。这小猪崽子比较怕生，一看到人就立马跑开了。看到这些可爱的小猪仔，我又想在老房子添加成员了。鸭子都没养明白呢，现在又想养猪了，我真是一个贪心的人。这个猪圈收拾得挺好，进去之后没有什么异味。这个农场除了养鸡和猪之外，还养了10来头牛，不过都已经放出去了，没有拍到。除了地上跑的，还有水里游的。如果有时间，一定要多出去走走，看看不同的风景，接触不同的人和事，你会发现你的烦恼原来是那么微不足道。用了2天的时间把大门的大致框架做好了。由于我的操作失误，前1天的大部分视频都已经丢失。地面挖出40公分左右的深度，用水泥固定好4根柱子。上面的工作都是由老哥完成的，我负责打下手。框架已经完成，很结实。再用木板钉在上面，两边木板的长度是1米。废物利用，能省则省。上防雨的薄膜，顶上再盖一层芒草。发现一个鸟窝，不过里面是空的。小麻雀最喜欢在芒草丛安家。割回来的茅草先用竹片固定，上下用扎带扎紧。用刀把头部裁齐，关键的时候来了帮手。茅草盖完后还需要修整一下，再做一道门，两边围起来。大门快完成了，把旁边的杂草清理干净，还是选用的竹片。房子的主人说，山上的竹子也是他的，可以随便砍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下回再请他过来做客。这道门全程都是由老哥操作，也是按照他的想法来做的，大多都是参照网上的案例，再结合自身的情况来做。最近的天气真的是特别的热，衣服从来就没有干过。预计还需要1天就能完成，到时候再来搓一顿。这个机器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掉链子，动不动就来个罢工。这一围起来就真正成了我的地盘了。给竹片扫一下青，还是绿色比较衬托这里的环境。刷上防腐的木蜡油，颜色就不会褪去。正准备给我的豆苗浇水的，结果一看全军覆没了。罪魁祸首在这里，想想以后的鸭肉，还是算了，不计较了。明天的任务是完成这道门，还是一样用竹子。小鸭子在一天天的长大，到处跑，还有点粘人，必须得给它限制活动范围了，不然这卫生环境有点堪忧啊。今天来了一位打酱油的，那必须得表示一下，多多少少要帮忙干点活吧。日后蹭饭也算他的一份。用竹片做个围栏，看他还怎么到处跑。
感觉每天不是在劈竹子，就是在劈竹子的路上。没办法，竹子多就是任性。终于体会到了竹子自由是一种怎样的体验。原来做鸭子的铲屎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这样即使是长了翅膀也飞不出来了。忙完栅栏，感觉时间还早，再来做一张凳子。大锤100，小锤80。就这活干的还80呢，8块还差不多。锤出来的柱子直接歪到姥姥家去了，还是扶着比较稳妥。竹片早齐后固定，固定好后要给竹片做一个防腐处理。竹子如果不处理的话，加上在室外是很快就会烂掉的。刷上防腐的木蜡油。生活中不需要很华丽的外表，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装饰。老房子的旁边有一棵老槐树，树底下很凉快，这么好的地方怎么能不利用起来呢？说干就干，那就搭建个凉亭吧。先把旁边的杂草清理一下，确定横梁的位置。刨个坑，用木桩固定横梁。这次要搭建的凉亭还是有些难度的，河就在下面。和点水泥用来固定木桩。我的小帮手又来了。放假之后不是在家看电视就是玩手机，是该拉出来体验一下生活了。看这一脸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。木材选用的都是比较粗的。考虑到树也要融入进来，所以有一根木材需要嵌到树里。接下来是固定第一层木板。老哥说，等我们干完这些，他又多了一项技能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你不去尝试，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潜能。其实很多事情，只要你开始做了，也就做了，就那一下，万事开头难。做的过程中也会遇到种种的困难，但只要坚持去做，就一定会有收获。其实对于老房子改造，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个完整的规划，也不知道最后面会呈现出怎样的样子。还是那句话，以最少的成本达到最理想的状态。今天就先做到这里，明天继续。昨天做好了凉亭大致的框架，为了确保凉亭的稳定性，又买了大钉子来固定。横梁还需要再加2根柱子来辅助一下。修整过后，上第2层的木板。大致完成之后，修理边角还有补空。打扫干净，再给周围包个边。最后再看看哪里不到位的地方，再修补一下。碳化过后，刷上木蜡油防腐。分工合作，老哥负责铺石子。木质的材料不比竹子，会比较吸油，还没刷完呢，木蜡油就不够了。快递又要等待几天。忙忙碌碌，修修整整又是一天。收拾好工具，明天的计划是凉亭的护栏还有桌子。
清理周边的杂草，这样视野会更加的宽广。有机器干活效率就是高。这里是门口的位置，想着日后可以种些花花草草。一眼望去，天高云淡，大地繁茂。不知不觉，从开始整理老房子到现在，已经过去了1个月的时间。从开始的一片荒凉，再到现在的一地狼藉，每天我们都在想尽办法，把这个地方变得更加的美好。杂草清理完过后，门口空了一块地，需要添加一块篱笆。又要来和竹子打交道，现在看到竹子都有点头皮发麻。每天不是竹子就是木材，中间来回转，做着重复的工作，却一点也不觉得枯燥。做完凉亭的护栏，还剩了不少的轮胎。想的是拿来种花草或者是种菜，准备些泥土还有有机肥料。现在是炎热的夏天，好像种什么菜都不太合适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提前做好准备，把土和肥料搅拌均匀。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柴米油盐烟火气，种菜养花养鸡鸭，即使生活一地鸡毛，也要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在未来的几天时间里，我将独自一人整理老房子，因为老哥忙他自己的事情去了。和了点水泥，把院子里的路给铺一下。砖中间留空的部分是准备用来做花池的。铺完路，准备去探个班，老哥就在附近。他在家乡承包了几百亩的地，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种地前期的耕种和后期的收割是最辛苦的时候，中间则需要保持作物的水分，还有虫害的预防。我发现种田的人皮就是比较厚，不是大裤衩就是光脚。我也来准备体验一下，这一大桶水往身上一背还是蛮重的。没怎么干过农活的人，连路都走不稳。今天要打的是草，但是要非常的小心，以免伤到禾苗。体验完过后去摘梨，这种梨的个头很小，在我们这叫做糖梨，需要煮着吃。生吃的话，味道是酸涩的。侄女也要跟来，收获的感觉是快乐的。好吃不好吃是其次，就是喜欢摘。摘回来后清洗干净，锅中倒入适量的水，洗好的糖梨倒进去，盖上锅盖煮熟即可。煮完过后用冷水泡一下，味道会更好。这种糖梨虽然不是特别的美味，但满满的都是童年的回忆。今天又来整理这几间小破屋，上下2层，底下的门都被葛藤给堵住了。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，今天老哥又来帮忙了。有点好奇，这2间房以前是用来干嘛的呢？割开厚厚的葛藤，其中的一间是用来养鸡的，里面还有鸡舍。另外一间则比较空荡，应该是用来堆放杂物的。这底下厚厚的都是有机肥料啊！这么好的东西必须收藏起来，日后我的花草就靠它了。整理另外一间，先把门给拆了，打算利用这间来养几只小佩奇。看这个门，应该以前也是养小佩奇的。里面又是厚厚的泥土，这下看起来舒服多了。门口的路需要给它弄平整。浇些水，让泥土更加结实一些。
你哥是全能的，好不好？有个人又开始自恋了。我想说的是，对这种不用花钱请的要求不能太高。忽然明白一个道理，要想致富，必先通路，路顺畅了，其他的也就跟着顺了。其实早在几天之前，我们就对这间小破屋进行过修整，房梁断了一处，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。如果再不修整的话，随时面临着倒塌的可能。第一次尝试想把房梁给撬起来，结果由于太重了，没有成功。调整方案要把上面的瓦全部给取下来，这其中的艰辛只有参与的人才知道。正所谓平木2分钟，平下1天功。这一次成功的把外面的房梁撬起来固定住了。外面靠近房梁的这些砖都已经不能用了。每次解决完一个问题，又面临着新的问题。好在前一天就把老房子的瓦给修补好了，今天就下起了暴雨。年久失修的老房子，很多地方都存在着漏雨的问题。老房子是破旧了些，不过修整一下还是别有一番风味。今天的计划是拆掉这面墙，搭建一个露台。这个计划是临时起意的，之前也想过其他的方案。拆完一部分的墙之后，看到外面的景象，我真的是太喜欢了。别看是泥砖，分量可一点都不轻。从外面的位置看拆除的地方，打扫干净去准备材料。剥离木材上的表皮。上午还是晴空万里，下午就下起了大雨。待雨点小了之后，回到老房子继续干活。只要雨势不是太大，就不能影响进度。固定底下的承重柱还是需要用到水泥。一根柱子需要用去2桶的水泥。接下来是固定上面的柱子。在半年前的某一天晚上，我思量了许久，终于决定放下所有的执着和不舍，回到家乡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搭建这样的一个露台又用了2天的时间。不知道老哥从哪里捡回来了一个墨斗，这下终于不用笔画了。把外面多余的木板切除。去山上找做护栏的材料。整理老房子以来，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就是材料的问题。上山找材料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还有时间。固定护栏的柱子。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折腾，死命地折腾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任何时候都不晚。最近的这几天总是伴随着大雨，进度有些缓慢。感觉还不错，再装饰一下就会更漂亮了。我的小鸭子最近长大了不少。生命只有一次，我们不妨可以大胆一点，勇敢地去尝试。今天街上还是有点热闹。准备买点菜籽种回去，看到这家摊档围了几个人，我也过去看看。人就是这样，喜欢往人多的地方跑。老哥好像又有了新的目标。询问完价格之后，他就在那里左看右看。买完东西，我们就回到了山里。
今天上山他是带着装备来的。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，前一天我们打算把周边的杂草清理一下，结果一个不小心捅到马蜂窝了，结结实实的挨了3针。好在我们及时赶到了医院。今天报仇了。按他的话来说，今天是来报仇的。马蜂窝的位置就在这里。换上装备，我赶紧躲到远远的地方去，以免伤及无辜。这是一种毒性很强的马蜂，所以在外面作业的时候千万要小心。接下来是专业人士操作，请勿模仿。这是最后的成果。大自然很美，同时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危险。出门在外，千万要保护好自己。老哥心心念念的秋千，今天终于要动手做了。真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属猴子的，感觉好像就没有他做不了的，一双拖鞋走天下。前面是王者，后面是青铜，就这功夫我也是醉了。不过他自我感觉很好，还特意上去试了一下。就这140多斤的大个，看来是挺结实的，还非要叫我给他推一下。接下来该轮到我来享受一下，感觉有点太矮了。还是蛮好玩的，就是有点停不下来，上去容易，下来难。来杀我吧！来杀我吧！它越来越矮了。重新又调整了一下高度，再次尝试，有种飞起来的感觉，上面的风很凉快。玩过之后该干正事了。整理河道，清理杂物的时候还发现了一条鱼，抓到一条鱼，一条小小的七星鱼，我把鱼放到了上游的水潭里。老哥说想把河道给漆一下，储点水，日后放几条大鱼进去。弄完河里的之后，开始弄墙角。大雨过后的河水是浑浊的，连续几天的雨水都比较密集。趁着停雨的空隙，赶紧来清理一下河道。河水已经放得差不多了，准备把昨天采回来的兰花种起来。先弄点土。才刚开始干活，又下起了雨。无奈只能停止，老哥这边还在继续。雨势越来越大，我们只好提前收工回家。回家的路上，雨越下越大，河水也明显的涨了很多。路上看到一辆车陷进了水沟里，
爱管闲事的老哥一回到家就赶紧去开他的铁牛前去救援。对于这种事他比较有经验。交流一番之后得知，是因为躲闪路人加上雨势较大才不小心陷到水沟里的。来，朋友们打那个荔枝来，朋友们荔枝来。先从后面慢慢的拉一点起来。一番努力过后，前轮终于上来了。其实这个人我们也不认识，老哥说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。人生在世，谁不遇上点困难呢？既然碰上了，那就不能袖手旁观。同样的，当日后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一样的也会有好心人来帮助。老房子又新添了2位成员。经过朋友的介绍，打听到卖猪仔的地方，我们就赶紧的出发了。一想到马上就可以接小猪仔回家了，内心有点小小的激动。此时的心情就跟路上的风景一样美丽。田里稻谷即将成熟，这也意味着秋天即将来临，一个收获的季节。想必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的鸡，肉质一定非常的鲜美。到达养猪场，不远处正好看见猪场的老板2口子抬着小猪过来。准备上车。小猪猪是很可爱，可就是有些臭，这回去的路上有我们受的了。临走时，老板还特意嘱咐我们不能着急喂水。终于接回来了。晕车不？晕车。小猪猪，你晕车不？左脚。烤乳猪。哎呀，轻点，轻点。不能喝水。有个烤乳猪。它肚子怎么那么大的嘞？它那肚子是肉吗？猪就是种香猪就是这样的。不累吗？一个3黑，一个3个半黑，一个2黑，一个3黑。好大。为什么呢？哪有那么多？我就是不知道，我才问你啊。我也。他不吃。能不能？哎，来了吗？不吃才怪。猪以后是会放养的，老哥说要挂一个铃铛，每次喂食之前先敲一下，以后就会形成习惯。只要一听到铃声，它就会回来。早在决定养猪之前，身边的朋友就劝我不要养，说是很麻烦，但我还是决定要尝试一下。现在我的园子里面有2头猪，19只鸭子，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小动物。还记得这条河吗？现在已经是一道天然的鱼池了。这是最初的样子，为了更好的储水，在之前已经对河做了一个处理。终于要对这些空酒瓶下手了，目前还没有想好它的用处。目测收拾完大概能有个100来个。
这些沉睡了许久的空酒瓶终于要重见天日了。每次当我们决定做某项事物的时候，总是觉得无处下手。当开始之后，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其自然。清理出来的石头放两边，淤泥会随着河水冲走。这个大石头放在河中间做个造型。这下河面比之前宽了许多。每次下雨过后，水管里的水就很容易被堵住。背篓是用来采石菖蒲用的。看来收获不错，就连小的都不放过。看这架势，着实是把我吓了一跳。看来我哥还是我哥。菖蒲采来是用来种在中间那块石头上，还有河的两边。忙活完过后，把排水口堵上。天然的鱼池，不用担心水源和排水的问题，也不用担心水会变绿。因为是下雨，所以河水会比较的浑浊。夏天的告别悄无声息，新的故事也即将开始。落叶知秋，微风袭来，所有的美好如期而遇。想要一个菜园子，篱笆是必不可少的。有了篱笆，就有了家的感觉。做完之后，感觉单调了一些，这很符合老哥的风格，简单粗暴。在我极力的劝说下，老哥终于同意增加点图案。昨天劈的那些竹子就围了这么长的篱笆，如果想要把整片都围完的话，那又是一个不小的工程。一个没看住，后面这里就做成这样了。你们说这样的篱笆好看吗？做完休息一会。这是跟猪猪最近的一次接触啊。妈妈不怕人的，可以了。养狗我们吃肉，它吃苦的；养猪我们吃葡萄，它吃好。来，猪猪，猪猪去，给它多喂它吃一点。你多吃一点，给它扔过去啊。我一扔它就跑了。不跑，你看它多乖。哎，对嘛。你看，你看。最近的雨水多，在山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蘑菇。有没有人知道这种蘑菇可以食用吗？又是一场暴雨。来看看暴雨过后河里的排水情况吧。看来这个还是经得起考验的。给我的鸭子们换个生活环境，这个鱼塘会更适合它们。想必它们应该会很喜欢这个地方。以我的切身经验告诉大家，养鸭子一定不能离生活区太近。刨的这个坑是用来做门的，以方便进出。这次是第2次做门了，有了之前的经验，这一次相对来说就简单了一些。
这次用的材料都是竹子。固定好竹子的位置，用锤子把泥土夯实。同样的方法，固定另外一边的竹子。可以移动的电源就是好，去到哪里都能用。再加上一个全能的老哥，老哥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老哥是万万不能的。很难想象，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，估计啥也做不成。所以，想要过田园生活，并不是那么简单的。除了勇气，更多的是热爱。热爱是坚持做下去的最大动力。一辈子说长不长，几十年弹指一挥间，说短也不短，余生只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。人的一生总会面临很多的选择，愿你有拿得起的勇气和放得下的豁达。在朋友家玩了2天，就要离开了，刚好他也要回东莞去了。临行前去看一下他的妈妈、爷爷奶奶。奶奶快80了，身体依然硬朗。这个在屏幕前晃呀晃的是他的大女儿。每次出门的时候，他妈妈就会为他准备很多自家种的蔬菜。这种圆形的茄子我还是第一次见，不知道跟长条形的是否味道一样。除了紫色的，还有绿色的茄子。这让我想起了曾经在外打工的时候，每回出门，老妈也是这样为我们准备蔬菜，还有家里的特色小吃。菜园里还种了几颗橘子和香瓜，不过没有成熟。我发现了一根南瓜，忍不住要给它摘下来，无奈手里还拿着手机，扯了半天也没给扯下来。还没成熟的姜不会很辣，用来凉拌最好吃了。奶奶也过来帮忙摘苦瓜，这是奶奶自己种的苦瓜。朋友说他小时候都是跟奶奶一起长大的。那个年代的人都有着一双勤劳的手。奶奶的腿因为2年前的一次中风，现在走路不那么利索了。另一边，小朋友们有着自己的节目。这个花摘下来后放嘴里吸一下，会有甜甜的味道。这个是我告诉他的，因为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做这个事。告诉他的后果是，路边的花全被摘完了。奶奶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小零食。来大扫荡，鬼子进村。把那个有没有大一点的袋子全部装走。扫荡完之后，朋友带我去看家里的老照片。这是他小的时候，说是跟现在的小女儿特别像。我小时候都是跟毛毛很像很像。右下角是他爷爷年轻时候的照片。时光一晃曾过去，留下的却是最珍贵的回忆。几天不在，回来老哥把门顶都做好了，这样看起来还不错，感觉上面还是要盖点茅草好看些。近距离看看，进步了不少。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去哪里偷师学艺了。先去山上砍点竹子回来，走到哪里都有一群跟屁鸭。以前我以为只有狗才会粘人，没想到鸭子也这样。还好它们跟到一半没有继续往下跟了。先砍2根比较小的竹子。哇哦，这就是不穿裤子的长裤的后果。啊，是我的血！啊，爽不爽？这是我不上场的。这种大竹子还是交给我这种脂肪比较多的人来。
每人负责砍2条竹子，公平分配。下山的时候也是一人扛2条竹子下山，当然我是那2条小的。不对，用词不当，应该是拖下山。准备开工。2米。又要开始变天了，上午被别的事情耽搁了，今天又没干多少活。先把明天要用的竹子准备好，顺便再用几根竹子把桥搭一下。要下雨了，把工具保护好。生活不可能永远按照计划走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插曲，努力做好当下就好。忙活了几天，鸭子终于入住了。这个新家的环境不错吧？除了鸭子，马上鹅也要来了。昨天做好了门框，今天要给安装上去。中途来了一位帮手，好开心，我又可以不用干活了。为了把鸭子关住，必须要做到180度，彻底无死角。除了一部分的竹片，大部分的地方都是用了铁丝网，空隙的地方再用沙树叶给它挡住。就这样，鸭子轻松的就被我给骗来了。这么大的泳池够他们玩耍的了，好好待着吧，不要乱跑了。忙活完，收拾工具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。这样的操作见过吗？是时候展现老哥真正的技术了。早上起床，发现家里养的小蜜蜂都不见了，罪魁祸首就是那些马蜂，不仅把我的小蜜蜂给赶跑了，还把蜂蜜也给吃了。老哥做的这个是用来追踪马蜂的，用他们的话叫做放标。现在的蜂箱里面是空空如也。蜜蜂最大的天敌就是马蜂，首先要用新鲜的肉把蜂给引过来，然后再把提前做好的标套在它身上，随后追踪它的踪迹，然后找到蜂窝所在的位置。这是最后的收获，今天晚上又可以加餐了。鸭子已经被关起来，可以开始整理菜园子。首先用竹子把篱笆给搭起来，这次要用到的竹子可不少。先把竹子裁成均匀的小段，上山砍些小一点的竹子用来做篱笆的竹桩。老哥负责劈竹子，上山还是要交给穿了长裤子的人去。砍好的竹子用藤绑起来，这样下山的时候就方便扛了。其实当时心里也没有底，这些竹子还是蛮有分量的，不知道能不能扛下山，但是又不想分2次。小的时候跟大人上山砍过柴，所以绑竹子还是不难的。农村长大的孩子，虽然隔了很多年没有干过农活了，但是最基础的技能是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从山上下来，老哥这边的竹子也劈得差不多了。
我的任务就是把山上砍下来的竹子切成均匀的小段，其中一端要给它削尖，打桩的时候才能打得下去。忙碌的时候，时间总是过得很快的，就这样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。下午接着干活，今天的目标是把菜园的篱笆全部做完。我的小帮手大侄女也来了，先把周围的桩固定好。侄女今天帮了不少的忙，既然不爱读书，那就多学学怎么干活吧。马上就要开学了，多干些活，体验一下生活的不易，以后读书才会更加用功。以前父母总是教导我们一定要用功读书，不然长大以后就会像他们这样干苦力活。没想到的是，这句话居然在我身上验证了。篱笆已经围好，明天要开始挖土种菜了。今天做的这个灶台，怎么看都感觉怪怪的，不过这还只是个半成品。几场大雨过后，河里最不缺的就是沙子，这解决了我们对沙子的需求，就是费些功夫要把它运上去。相对于花钱买来的，我更乐意花点精力和时间。我和老哥一致决定在这个位置做灶台，因为早上和中午这里都晒不到太阳，下午4点过后也晒不到太阳，距离水源很近，非常的方便，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。现在整理的这个位置是打算做一个平台，用来切菜和放食材用的。大概的规整好，开始和水泥。没有图纸，按照心里大概的样子就开始做了。废物利用，很多材料都是不需要花钱的。老房子原本是有1间厨房的，但是我们觉得那个灶台不大好用，所以想着自己搭建一个露天的灶台。相信沐浴在阳光底下的饭菜会更加的香，就连做饭的心情也会更加的美好。老哥说，等灶台做好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杀一只我们自己养的鸭子来开锅。他已经惦记鸭子很久，这下终于有机会了。这几个你这双手，我这双手好玩。是鱼。你确定这样弄的能用？这个100%，这个鸭子还更小，鸭子就不好用。做完之后，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，我都觉得不好看。对于老哥的审美，我也是无语了。按照他的话来说，就是只要做出来的饭菜是香的就可以了，美不美观的无所谓。只能期待明天完全做好之后，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昨天的灶台完成了一半，今天继续把排烟管和平台弄好。还是一样，到河里取沙子，这次要用的沙子比较多。我在底下把沙子铲到桶里，老哥负责在上面拉上去。之前是劈竹子劈到手软，现在是和水泥和到腿软。看着这里一点点的变化，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上午没有干多少活，老哥去给他的果树打农药。这个果树是我们赣南最出名的脐橙。看着这些还没有瘸子苗大的果树，不知道啥时候能吃上果子。我的园子里又新添了几位成员，以后看家护院就靠他们了。除了看家护院，同时他们还是我的保镖。别看现在还只是个小奶狗，长大之后个个都是威猛的中华田园犬。看着这些可爱萌萌的小狗，我真希望它们永远都不要长大，一直这样可爱下去。先带他们跟我的小猪猪相互熟悉一下。
日后都是要在同一片园子里生活的，关系要处理好。我的小猪猪好像比刚来的时候大了一些，鸭子则比较可怜，都被关起来了，谁叫它们这么不讲卫生呢？这一靠近鸭子真是寸步难行呐。上午刚弄完，下午回来，没想到看到这样的画面，全是猪脚印。我勒个去，这踩的还挺猛的哦。现在园子里一群捣蛋鬼，真是有些头疼。在感受它的可爱的同时，也要接受它的可恶，同时也要为了它的可恶买单，就是反攻。其中有只小可爱特别喜欢过来捣乱。就这样，一个露天的灶台就算是完成了，明天准备开锅。侄子和侄女也没闲着，帮忙打扫卫生。今天要把墙面和地的漆全部刷完，用小刷子一点点的刷，费时间，手也比较累。漆里头配了小刷子，还有滚筒，但是我担心材料会不够用，所以没有用滚筒。自从回家之后，做什么事情都开始精打细算起来，因为没有多少老本可以挥霍。很多朋友问我，回家之后你的收入从哪里来？农村的收入来源一般是种植或养殖，只要你有一双勤快的手，无论是在哪里，都一定会有所收获。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回乡创业，现在是信息的年代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，农村一样有大把的机会。不论是在大城市或者是在乡村，只是大家的方式和环境不一样而已。如果有机会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和工作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当初选择灰色就是因为简单低调，但是又不缺乏质感。刷完漆之后的效果我还是挺喜欢的。刷完漆要等待干透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操作。去山上捡些柴回来，要多准备一些。一个不小心把摄像头都给撞翻了，记录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顺便再去找几根漂亮的树杈，明天用来挂窗帘。原来干透的树枝是不好锯的，费了半天的功夫也没锯多少，最后还是得老哥出手。满满的一车，这下可以烧一段时间了。抽下烟是不是？干完事是不是？遛下狗是不是？生活总要有点期待，才能一往无前地走下去。房间已经大致完成，这是最早记录下来房间的一个样貌，现在已经完全变了一个样。这是之前在山里捡回来的树杈，修整一下就可以用来挂窗帘。在山里就是这点好，很多东西都可以就地取材。
窗帘杆就更简单了，直接用2根竹子就搞定。现在房间就还差3样东西，一个衣架、床头柜和一张桌子。后面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以利用起来。把昨天捡回来的柴整理一下，空闲的时候还要去山里多捡一些回来，为冬天做好准备。南方的冬天是冷到骨子里去的。这些柴估计用不了多久就烧完了。老哥终究还是没有忍住，要对我的鸭子下手了。土豆和冬瓜不愧是我从小养大的狗，总是回头看我有没有跟过来。现在我不免有点担忧，那几只狗长大之后会不会欺负我的土豆和冬瓜？毕竟它俩的个头就摆在那里，只有一丁点大，后面也不会再长个了。养了2个月的鸭子，今天终于可以饱饱口福。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，先用大火煸炒，再放入小米椒和八角，倒入提前准备好的鸭血，再来1瓶82年的啤酒，加入适量的水，炖20分钟左右。时间到，出锅。这个菜我至少满满的2碗饭打底，其他的不需要，光是这个汤汁就够了。昨晚尝试在山里住了1晚，心里没有一丝的害怕。或许是因为天生胆子就比较大，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真正的喜欢山里的生活，才能做到无所畏惧。山里的夜晚，星空格外的美。当然，第1个晚上还是会有些认床的。昨天夜里醒了好几次。半夜还听到了猪猪出来活动的声音。秋天的早晨开始有一丝丝的凉意，用不了多久，早晚就要加衣服了。目前山里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居住状态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电，已经在想办法了，估计很快就能解决。小的时候家里没有洗衣机，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全家人的衣服给洗了。以前做这些是为了完成父母交给的任务，而现在做这些事情是一种享受。2个月前养的鸭子都已经长大了，准备再养一批。这个踏实的给买。这次的鸭子跟上次的不同，都是白色的。对于鸭子的品种我也不懂，只要是鸭子就行。还是跟上回一样，挑了20只鸭子回去。上回的20只鸭子存活了19只。你别把我的狗踢死了！我就不小心踩了一下。喂，打架了，快点打架了！你不怎么老是踢狗的？狗是人类的好朋友，好不好？数清楚了没有？你少了啊！小鸭子对新环境还是适应的挺快的。猪猪的破坏力比较强，到处都是它怼过的痕迹。老哥亲自做示范，教我怎样挖土种菜。
之前弄好的菜园子不去挖，非要来河边挖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菜种的好不好不知道，但看这个手法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看到这个，我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在河边种菜了，因为用水方便。撒完种子，再浇完水，最后上面铺一层木屑。河边但凡有块空地，他都不放过。上个月撒的包心菜籽，这回有地方可去了。种菜种上瘾了，哪里都要种。正干着活呢，来了一个抢镜头的，这里看一会，那里秀一下。不用吧，我这个。一桶牛腩，搞定。关于老房子电的问题，这几天终于找到了解决的方案。就在老房子的附近，其实是有电路的，但那是私人企业架设。几经周折，那边终于同意分一条线路给我用。由于长时间没有人管理，周围都长满了杂草，我们需要自己开一条路过去。远处那根长满草的杆子就是我们要到达的位置。最近的天气真的是特别的热，即使是不干活，站在太阳底下，汗水还是不断的往下流。终于快要接近目标了，目测大概还有3-4米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葛藤的繁殖能力真的是太强大了，周围几乎都被它覆盖了。在乡下，很多地方都有它的身影。这种葛藤根很深，而且繁殖能力特别强，如果想达到彻底的清除是很难的。我们这边干着苦力活，狗狗们倒是玩得挺嗨的。周边的植物和事物都难逃它的魔爪。我们只是负责开路和清理，专业的事情还是需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，剩下的工作就看他们什么时候安排时间过来了。回到老房子，发现鸭子少了一大半，最后在桥洞的另一边找到了它们。哦呦，那么粗鲁！几只？这里7只。很快准备要养鱼了，所以要赶紧做一个网，防止鸭子和鱼逃跑。
新学期的第一个周末，大侄女昨天就把作业做完了，跟着我来到山里。小心小心，横着走。大老远就听到了鸭子的叫唤声，估计是已经饿了。侄女说以后每个周末都要跟我一起住在山里，狗狗们跟她也很熟悉，非常的喜欢她。我自然是非常乐意的，不但多了一个伴，还有人帮我干活。每天早上起床要先把这些小动物给喂饱。今天是第一天，我要带着它去做这些事，今后就靠它自己独立去完成了。出门不管它，不理它，关好一点，底下。你确定把它关给你？对，它会出来的，你放心。它出来了。要得，上不来。它自己会想。你看你吃吧。吃玉米，吃鸭粮。小猪猪。小猪。我的天！那边，你先敲铃铛。老爸，你在上面干啥呀？等一下。有影响。蜘蛛来了，你看。没有条啊！你看猪猪过来了，别动。哎，有个肚子了，我想看。白白的肚子。哎呀，你看，我都快挨地了。肚子怎么这么大呀？这是狗变猪。哎呀妈呀！你们这些狗这么喜欢吃猪饲料吗？打我！来我的园子做客，那必须要享受最高的待遇，杀一只鸭子，挑一只最大最肥的。我养的鸭子只要一听到声音就会屁颠屁颠的跑过来，抓它们可谓是一点难度都没有。这段时间以来，身边的小动物没有长多少肉，倒是我自己养胖了不少。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心宽体胖吧。目前我的体重是这10几年来的最高峰。不期望还能回到从前，但还是需要控制一下的。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闻一闻泥土的芬芳，听一听鸟叫声，这样的生活简单又美好。拔鸭毛也是需要技术的，如果没拔好，后面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。还好今天的这只鸭子没有到换毛期，不然就会拔到怀疑人生。姑姑，你确定你这种狗皮都给它扒啦，姑姑？
前些日子做的灶台，今天终于可以用上了。此时正是中午最炎热的时候，这里晒不到一点太阳。煮鸭子还是需要用柴火大锅来炖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感觉用柴火做出来的饭菜就是比较香。下面就是我养的另一批小鸭子，又到了老哥展示厨艺的时候。底下的小鸭子也开饭了，再来个青菜调节一下。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。今天狗狗们也算是加餐了，我们吃肉，它们吃骨头。别看老哥平时大大咧咧的，对待他的小棉袄还是挺细心的。平凡的生活里没有诗和远方，却有很多琐碎的小美好。体验过繁华后才明白，粗茶淡饭、简简单单的生活才最踏实。这根树枝是之前在山里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的。是个做衣帽架的好材料，准备开始盘它。先把树枝锯平整，准备些水泥还有碎砖块。花盆是用来做底座，固定树枝。做法很简单，就是用沙子、水泥、碎砖块混合在一起，最后浇些水，等待凝固就可以了。这些狗和猪猪总喜欢过来抢镜头。原先这两只猪猪是不怎么敢靠近人的，相处久了胆子也就大了。等待一天的时间凝固，明天继续。这些树枝我打算用来做置物架，钉在墙上，大家觉得可行吗？把树枝裁好之后钉在墙上，然后上面再放一块板。老房子今天来了贵客，我把尘封了许久的茶具给搬出来了。对于泡茶这个事情我不在行，日后要多学习一下。我这里别的没有，就是鸭子多。最近吃的最多的肉就是鸭肉，我得赶紧把鸡养起来，下次要换换口味了。这边切着肉，旁边一群狗在那狗视眈眈地盯着，只要一个没注意，肉就少了一块。你看你家的6只狗全部到齐了。这刀工可以哦。可以啊。起锅烧油，放入姜、蒜、辣椒，煸炒一下，倒入提前腌好的鸭肉。这道菜老哥已经做得得心应手了，我也看会了，下次我也要尝试一下。很多朋友好奇是站在哪里炒菜的，看他来了。除了熏眼睛、站着累、热之外，就没有别的缺点了。自己做的灶，睁着眼睛、流着汗，也要把菜炒完。今天的菜还是挺丰盛的，有鸭有鱼。虽然做的灶不咋地，但是做出来的菜还是很香的。进山去找一种可以用来煲鸡汤的药材，顺便看看有没有菌子碱。老司机在前面带路，路是挺好走的，就是蚊虫比较多。今天的运气不错，没有走多长时间就发现了目标，就是这种药材的根，用来煲鸡汤可香了。没想到在这个山沟里面发现了一堆这样的草药，目前都还是些小苗，根系不大，可以先拔回去种着。拔出来之后要把枝干去掉一部分，这样好成活。啊，这鸡，我来。
狗的镜头很漂亮啊，它怼过来2个大嘴巴。这只狗要给它颁一个最佳抢镜头奖。你过来。下回再进山一定要带足装备，蚊虫实在是太多了，累死我了。由于天气比较热，汗水流得多，此时我已经感到很口渴了。如果再找不到菌子，就得赶紧回去，不能逗留太久，否则的话容易中暑。找了半天，终于发现了一朵，可惜都已经长虫烂掉了。我们来晚了，没办法，只能打道回府。我的土豆和冬瓜哪还有半点宠物狗的样子？没有捡到菌子，路上的树丛也不能放过，柴也要扛一根回去。既然来了，岂能空手而归？所到之处，但凡见到可以用得上的东西，那必须要带回去。毕竟整理老房子还是需要用到很多的材料。这个小小的背篓能带的东西实在是太少，下次还是要开个3轮车去。老哥的这位朋友每次过来都会帮忙干很多的活。不知道为何，他身边的朋友也是个拖鞋大仙。草药拔回来之后，要赶紧种到土里，这种草药的成活率还是很高的。草药种下去之后，顺便再撒点菜籽种，来点有机肥，长得更快些。前些天撒的种子又发芽了。回乡的生活已经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。2021年，我做了人生中最有勇气的一次决定，结束了多年在外漂泊打工的生活，回到了我的家乡江西赣州，过起了田园生活。在一次机缘巧合的情况下，我找到了一处环境很好，特别适合居住和生活的地方。在老哥的帮助下，我们用了2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园子整理了出来。这大概是我人生中做的最痛快的一件事。整理园子耗费最多的就是时间，材料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，周围不会有太大的改变，只是生活而已。在这段期间里，我的园子里养了好多的小动物，有几十只鸭子，10来只鹅，8只狗，2头猪，还有几十只鸡。最近山里的柿子熟了，掉了下来，捡起来尝一下。这颗由于太熟，掉下来的时候都破了。像熟到这种程度，金黄金黄的肉就可以直接吃。还有一种吃法是在它还是绿色的时候，采用浸泡的方式，那种口感是脆甜脆甜的。我的猪猪每天都要搓泥巴澡，一天不搓就浑身难受。喂完其他的小动物，接下来给猪猪也安排上。最不用担心的就是狗狗，它会到处蹭食吃。今天中午要接待客人，又得老哥亲自上阵。本来说好是让我动手的，结果还是不放心，要亲自来。
得力的帮手又来了。俗话说，兄弟搭配，干活不累。只要有这2位大厨在，我的角色就变成了服务员。大锅炖鸭，小锅炒菜，两边同时进行。我要努力做一个合格的服务员，尽地主之谊。右下角这位是我的父亲大人，今天来视察工作来了，那必须要好好表现，要给老爸长脸。今天来的3位都是长者，其中有1位是房子的主人，也是老爸的旧相识。现在我们还有了点沾亲带故的关系。当我和他说起房子的事情的时候，他2话没说就同意了。6个人5菜1汤，刚刚好。老爸一来，冬瓜可高兴了，很久没见，一直在他旁边。回乡后的生活让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和自在，不再焦虑，也不再迷茫，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。这样的田园生活，你们喜欢吗？最近的天气特别好，有一段时间没有下过雨了。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未来的几天天气也不错。老爸每年都会种一些南瓜，大部分都吃不完。与其丢掉浪费，不如做一些南瓜干来吃吧。好不容易找到一颗大的，结果还烂掉了。小就小点吧，做出来一样的好吃。拿回来清洗一下，然后再去掉表皮。去完皮的南瓜，老爸负责切条，每一刀都小心翼翼的，尽量保持厚度的差异不要太大。切完之后晾晒。今天太阳很好，晾晒了半天就干了5、6层。先收起来，明天再接着晒，大概再晒个半天时间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了。这个桥的确存在安全隐患，今天要给它修一下。先找平，再用木板钉上去。这下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傍晚，太阳渐渐落山，没有那么热，要赶紧整理我的菜园子。园子里石头比较多，不是那么好挖。每天给自己定个小小的目标，一天挖一点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我的菜园子就整理好了。天还没黑，月亮就已经升起，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，到时候我们一起赏月吧。南瓜干的制作终于到了最后的阶段。自己动手做一道家乡的美食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。先检查一下火候，水热之后倒入晒好的南瓜干，来回翻动，让每一片南瓜干都充分的得到水分。时间不用太长，大概2分钟左右。捞起来备用。加入适量的糯米粉，再来点辣椒粉。老妈买的这个辣椒粉比较辣，不敢放太多。最后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放入提前准备好的蒸桶里。最后直接上锅蒸。蒸到南瓜干呈透明色就可以。好香，一股非常浓烈的南瓜香味。端起来进行最后的晾晒。
蒸过后的南瓜干特别的香甜，和红薯有的一拼。第一次做没有什么经验，效果不太好。虽然不是很成功，但是却得到了不少的经验，下次我就知道了。切片的时候稍微切厚一些，晒的时候也要晒干一点。还有一个，蒸的时候不能太厚，否则会受热不均匀。过些日子重新再做一次，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。送冰箱的小哥也到了，这进来的时候是簪花年草了吗？车上熟悉的歌词，可有人记得歌名？里面这个房间啊？啊，对。冰箱无需太大，够用就好。价格是800多，这是到目前为止添置的最贵的一件家电。检查一下外观，里面空间还是挺大的。送别小哥天色已晚，好久没去县城了。我们的小县城没有大城市的繁华，却也灯火通明；没有星巴克，也没有海底捞，却有肯德基。老哥今天有事，只能由我去接子女他们。结束完6天的课程，又迎来了3天的假期。小朋友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放假。今天是农历8月15，中秋佳节，又称团圆节。中秋佳节宴席上怎么能少得了鱼呢？有一段时间没有下过雨了，鱼塘的水位很低，这为捕鱼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。先用桶装些水，商量好包抄的策略，2人1个小组，开始行动。我就要鱼了。哎，就2条干，我操！哎呦，一下就走，我操！刚好2条鱼，1家1条，收网回家。今天的厨房交给老爸老妈，第一道菜是猪肚鸡。为了这道菜，我和老爸还特意去山上挖党参。这棵党参是老爸很早之前就看好了的。是不是很像一颗小人参？老妈这边也准备好了。党参。时光匆匆，转眼又是一年中秋，只愿家人健康平安。记得从前在外的我，每逢佳节就特别思念家乡和亲人。如今能够时常的陪在父母的身边，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。杀了1只鸡，一半用来包猪肚，一半用来蒸。第2、第3道菜是蒸排骨、蒸鸡。我的任务是负责烧火。第4道菜来了。煎鱼板是我们家乡的一道特色美食，无论是大小的宴席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，香脆可口，用来下酒最好了。当初建房子的时候，老爸这个橱窗设计的特别好。满满的一桌菜，开吃了。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，有10几口人，如果全部到齐的话，那要开2桌。吃饱饭，暮色渐渐降临，最重要的节目上场了——赏月。
纵使他乡万盏灯，不及家乡一轮月。愿所有努力生活的人，花好月圆。大早老哥过来送鱼，最近他比较忙，这个季节买不到小鱼苗，只能买到大的。大的也挺好，放在河里慢慢养着，想吃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去捞。鱼的状态很好，直接放到水里就可以。一直就想养鱼，因为水质好，水来水走的，养出来的鱼一定非常的美味。每天早上来到园子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把它们给喂饱。除了这些可以自由活动的，上面还有一群不能自由活动的。园子里有很多的麦草，用来养鹅挺不错的。这个麦草长得有2个我这么高，中间老的部分不要，只要上面的部分。砍掉的麦草很快就能长出新的叶子，而且是越砍越多。刚长出嫩嫩的麦草，鱼最爱吃了。这田里种的麦草足够我的鱼和鹅吃。今天我特意看了一下时间，从割完草再到喂完这些小动物，大概需要半个多小时。看似简单的事情，每天重复做。这些小动物每天在我眼前转来转去的，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。但当你回过头再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身边的事物都在悄悄地变化着。不知不觉，我的菜苗都已经长这么高了。喂完鹅得赶紧去喂鸡，它们都已经着急地跑到山下来了。上去的时候顺便打点水带上去。忙完这些，我得赶紧走。老哥种的几百亩地进入了收割期，以前都是他帮我，现在也该我帮他了。遇到这种不好收割的地方，机器进不去，只能靠人工来收割。我们这边的稻田大小形态各异，收割起来会有些麻烦。机器收割虽然是快，但是也会有弊端。有一些地方会收割不到，或者是被机器压掉。面积大了，这些损耗加起来可不是个小数目。这一收割，全家人都跟着忙碌起来，大家各司其职，这边收割好，那边运输，回到家之后再烘干。稻谷成熟得很快，一下子全都黄了，每天都不一样，得赶紧抓紧时间抢收。此时大家都恨不得有3头6臂。种农业的人是非常辛苦的，脚踏泥土，头顶烈日，既不光鲜也不亮丽。都说农业只有2季，努力就是旺季，不努力就是淡季。多年的老司机翻车了，像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，田里的地形比较复杂，只能寻求外援。
先要割一条路出来，方便挖机通行。此时正是中午，太阳非常的猛烈，如果不是这一片金黄的稻谷，我以为夏天还没有过去。关键的时刻还把手给伤了，这是有偷懒的嫌疑呀。还好伤得不深，休息一下又可以干活。2天没有更新，每天除了收稻谷还是收稻谷，感觉这个稻谷像是收不完的一样。收完稻谷也好好休息一下，再来一顿大餐。周边的声音比较嘈杂，这个时候只能用手势来沟通。先要把地面凿平一些。开挖机的是位小哥哥，看着年龄比我小好多，不过这技术还是过得去。在我的家乡，老一辈们都是这样想的，男孩子如果读不到书，就去学一门技术，最起码将来不至于没饭吃。女孩子就是长大之后找个好人家嫁了，不用那么辛苦。说着说着就跑题了，赶紧回到正题上来。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，机器翻过来了，总算是进入了可以正常工作的状态。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心里着实又是捏了一把汗。看来干这个活的，心里要是没点承受力还真不行。他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。他将是你的新娘，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你若喜都要同享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，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。他多爱你几分，你多还他几分，这幸福的可能，从此不再是一个人，要处处时时想着念的都是我们，除了几分，爱就圆满了几分。一定是特别的缘分，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。他多爱你几分，即刻还他几分，找幸福的可能，从此不再是一个人，要处处时时想着面的都是我们。你付出了几分，爱就圆满了几分。现在要做封面的哈。他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的陪伴，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。她将是你的新娘。天没亮就起床，目的就是为了制作家乡的一道美食。材料是前一天就准备好了的，大米提前用草木灰水浸泡1晚。草木灰水就是用植物燃烧过后的灰加入水过滤出来，呈碱性。我们家乡的很多食物制作都需要用到。
其中大家比较熟知的碱水粽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。来，姑姑泡澡。我的妈！以前做这种美食都是纯手工制作，现在有机器就方便多了。不知不觉天色就亮了，等待太阳出来。大米捞出来之后需要加入配料姜、蒜、13香，还可以加入辣椒、香芋或者其他配料，根据个人口味选择。再把大米磨成米浆，最后加入适量的盐。打米浆的时候还要把之前分离出来的草木灰水混合到一起。米浆的浓稠度全凭经验，这种食物家家户户都有，每年都会制作一次，父辈的人基本都会。师傅已经开始在调试机器，等米浆打好之后就可以开始制作。米浆进入机器之后，经过加温就会形成这样的条状。再用托板托住。以前没有机器的时候都是用锅蒸，往往制作这种食物都需要用到1天的时间，大家邻里之间相互帮忙。传统的方法制作食物效率比较低，但是大家在一起聊聊天，制作美食，那种感觉非常的好。我们管这种食物叫做汤皮，这样做出来就可以直接食用。为了方便保存，会把它晒干。今天来的有3家人，大家都是相互帮忙。做好的汤皮连同拖网一起放到车架上。老哥的稻谷终于在昨天完美收官了，今天有时间来帮忙。做好之后直接拿到太阳底下晾晒即可。今天的太阳好，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全晒干。这个车子可不太好拉，需要有点力量才行。下坡的时候还得用脚力刹车。今天还好人多，不然都会忙不过来，接不上趟。机器的效率就是高，2-3个小时就全部完成了。要是放在以前的话，2-3家人的量要几天才能完成。晾晒了半天的时间，薄的基本上都干了，厚的也差不多。汤皮干了之后又是另外一种叫法，汤皮骨。食用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下回告诉大家怎么吃。骑上心爱的小3轮，田里的稻谷全部收完了，要给园子里的鸭和鹅全部拉到田里去。现在还剩13只鹅，大小鸭子各9只。多大了？这么牛！前段时间因为收稻谷比较忙，待在园子里的时间很少，小鸭子丢失了9只，猜测应该是顺着河道跑了，好不容易养这么大，挺可惜的。轻一点。鸭子和鹅搬出来之后，瞬间感觉整个园子都安静了，最起码园子里的卫生状况好了不知道多少，也不用担心河边种的菜会被吃掉。今年先告一个段落，鸭子应该是不会再养了，这些也足够吃到年底。下午受朋友的邀约去看他的脐橙园，种植面积达到800多亩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果园。赣南脐橙是国家地理标准产品，因为有着独特的地理条件，再加上我们这边的红土壤和稀土，富含丰富的矿物质。目前脐橙的状态是青色的表皮带一点点黄色，官方定的采摘日期是11月1号。很快我们就可以吃上香甜可口的赣南脐橙。有谁知道橙子为什么叫做脐橙吗？评论区告诉我哟。终于又要开始整理老房子，决定先从门前的这块坡地做起，一直都是光秃秃的，始终不是那么好看。又要开始搬砖，现在的天气最适合干活，没有太阳，既不热也不冷。炎热的天气终于过去了，今年这个热天实在是持续的太久，终于感受到了秋天的凉爽。
看一下你的猪，这里可以。我操你的猪要反了！哎呀，这里太远了，他们。老哥发现了新的情况，原来是猪猪在吃前几天烧烤的时候朋友带过来的橘子。橘子哦。要不是看到猪猪在吃，我都忘了还有橘子这回事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咱能不那么可爱不？我担心过年的时候舍不得把你们做成腊肉。估计是太饿了，要赶紧给他们弄点吃的。这吧唧吧唧的，吃的可香了，估计以后的肉会更加香。先把草除掉，再开一条路。大致整理好之后，开始铺砖。这个是老哥的版本，怎么看我都感觉怪怪的。对于他的审美，我实在是无语了。看了一会儿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还是我亲自上场吧。这个是我的版本，2块横的，2块竖的。铺到后面还是觉得不好看，而且还特别费砖。虽然我不是那种追求完美的人，但是怎么看都不舒服，所以还是决定返工。这是最后出来的版本，填满土，日后再种些草就好看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天黑的时间也越来越早。接下来的几天都是阴雨天，可能进度会比较慢。光是围篱笆就用了几天的时间。今天的任务是把篱笆全部做完结尾。还没做之前是这样的，就这简单的铺路就返工了好几次。砖铺上去之后，用泥巴填结实，砖与砖之间的缝隙可以种一些草。我和老哥商量之后，决定在篱笆的中间种上油菜花。等来年坡上开满黄灿灿的油菜花，想想一定很美。不但可以欣赏油菜花，还可以榨菜籽油，一举两得。目前是这个想法，后期也有可能会改动。很多朋友说篱笆要围成菱形网格状的，无奈在老哥的概念里，压根就没有审美2个字。都说他是万能的，唯独就是缺了些艺术细胞，只想着以最少的时间能尽快做好就可以。篱笆一围完，感觉整体都变了一个样。经过这段时间的整理，都已经忘了当初来到这里长满杂草荒凉的样子。如果有一天因为有些不得已的原因要离开这里，那将是人生中一段珍贵而又美好的回忆。今天有朋友来园子里做客，老规矩，鸭子给安排上。自从把鸭子和鹅放到田里之后，就很少过来，也没有进行投食，不知道最近他们的情况如何。从家里带了一些谷子过来，但是很显然，他们并没有像以前那样一听到声音就屁颠屁颠的跑过来，而是高冷的待在一边观察。应该是时间太久了，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又或许是当初抓他们过来的时候受到了些惊吓，这个时候只能使用暴力了。抓鸭子！
我要把一手的这个泥巴，老爸一手，我会发给他，你手打吧。我的衣服，不用就拿着就行。每个进到河里洗。都拿着。对了，你要回去杀了你！是你不听话，不听话。我没想到你这个样。鸭子杀完之后，老哥就跑了，还好有子女在，小小年纪干起活来挺认真，一个帮忙干活，一个负责捣乱。突然发现这帽子的颜色还挺扎眼的。鸭子好吃，就是鸭毛比较难处理，需要一点一点的拔干净。今天这只鸭子不错，肥瘦刚好。第一次处理鸭子，有点无从下手。不过在之前已经看过很多回了，照着葫芦画瓢还是可以的。顺着胸脯破开，然后再把里面掏干净。加入生粉、盐、蚝油、酱油腌制一下。鸭子一定要用铁锅炖得更香，先用大火煸炒。能闻到香味吗？炒出香味之后，加入适量的水，水可以多放一些，因为需要炖的时间比较长。辣椒不需要放太多，因为有老人在。除了铁锅炖鸭子外，还有一道硬菜——炸蜂蛹。鸭子炖了将近1个小时，可以起锅。高端的食材再加上我精湛的烹饪方式，这鸭子的滋味简直不要太好。你想尝一尝吗？来宾开始就坐。开饭喽！这鸭爪，快点！你要鸭子啊？大家试一下好不好？来干杯，快点！大家都聊的这个鸭肉，干杯！你要吃什么？不一样的高端的食材。你要吃什么？哇，这个果子也好漂亮。这个脐橙树还没我高嘞，这脐橙树比我还矮，我数一下有多少棵啊？2个、5个、6个、8个、9个。这棵树最起码也有100多个，树很小，这棵树真的好小，我没想到可以结这么多的果，这个果子真的好漂亮。由于最近在忙别的事情，把园子里的狗给忽略了。突然有天发现园子里散落着一些鸡毛，没想到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喂鸡的时候发现少了好几只，不得已只能采取关起来的措施。身边很多朋友都劝我们把狗卖掉，留个1、2只就好。我跟老哥也提过好几回，可他还是执着要养这6只狗。他有他的想法，只好尊重他的选择。
听说居民楼后山有一窝马蜂，还伤到过人。得到消息之后，老哥立马就带着工具出发了。马蜂伤人事件每年都会发生，村民上山干活，一不小心就会触碰到马蜂窝。上回割草，老哥被蛰了3针，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。穿好装备，开始行动。蜂窝的位置在松树的最顶端，专业人士操作，危险系数高，请勿模仿。收这种马蜂会比较麻烦，一般是在树比较高的地方，需要爬上去，再连同树干一起锯下来。还有一种个头比较大的，是在土里做窝，那种就比较简单一些。马蜂有很多种用途，成型的马蜂可以用来泡酒，蜂蛹是餐桌上的一道美食，就连马蜂窝也是一种药材。老哥说好久没有吃过鱼了，去抓条鱼回来犒劳一下。那么多，快去找！哎呀，快去找，快去找！这些怎么样？哎呦，这么粗鲁！2条，1条，1条。我去，我的一个鲍鱼还有个鱼。今天晚上的餐桌上很丰富，不但有鱼，还有炸蜂蛹。蜂蛹炸着吃很香，营养价值高，就是有点难搞。今晚的菜很适合小酌2杯，有没有要一起来的？这样的才好吃。前段时间特意留了一些稻谷没有收，想用以前传统的打谷方式保留下稻感。用稻草来发酵豆腐是做霉豆腐的传统制作方式，还可以用来搭建茅草屋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这些工具没有被当作柴烧。哎呀！没想到我仓库里还有这个吧，是不是？来。这种传统的打谷机可以说是古董级的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。我装上去就没有了。然后不好下呀。可以。自从有了机器收割之后，这种传统的打谷机就很难再见到它的身影。还好这些老工具还能继续用，即使是被人们遗忘了很多年，但仍旧保存着昔日的风采。这些老工具承载着父辈的人辛勤的劳作还有收获，世人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功劳。隔壁家的奶奶也来帮忙，年纪虽大，割起稻谷来却利索得很。以前收稻谷都是邻里之间相互帮忙，女人们负责割稻谷，男人负责打，小孩负责抱，
小的时候放暑假干的最多的活就是抱谷子，今天你家，明天他家。鸡心装上去之后，再放上斗篷，以免打谷子的时候谷子四处飞溅。这样就算是安装好了，听着这熟悉的声音，满满的都是回忆。我要两斤呢。来了啊！嘿，100多斤，猪八戒的耙子。今天的天气特别好，阳光很是温暖，不知不觉就已经进入了冬天，身边的事物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。如果不是这嗡嗡的蜜蜂声，我还没察觉到原来枇杷花早已盛开。1个月前的小奶狗，此时已经可以跟得上我的脚步。别动，别跑，别跑。虽然目前这体型还没有我的手机大，日后加以练习，必定是个短跑小能手。土豆这个狗爸爸还是当得挺称职的，经常会带着狗狗玩耍。小仔，过来。另外一只估计是还没睡醒，躲在狗窝里迟迟不肯出来。到了晚上则依偎在一块，相互取暖。嘿，你们2个不用带娃了吗？哈？最近在找房子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视频。之前的房子由于种种的原因，不得不离开，另寻他处。原先种下的菜长势还不错，等另外一边弄好之后就要搬过去。原先最喜欢的就是园子里的这管水，其他的东西都能带走，唯独这水带不走，挺遗憾的。园子里的动物都被安置到了别处，唯独还有这水里的鱼。天气也越来越冷，仿佛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。寻觅了很久，也看过很多房子，但是想找到一处心目中理想的房子却很难。最后还是这间比较破烂的闲置房比较合我的意。门口摆放的这几件老物件，应该很多人都不会对它感觉陌生。
山坡上那黄色的野花给这个冬天增添了一抹色彩。房子的旁边就是农田，也是老哥承包的那一部分。我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，田野人家，小桥流水。更重要的是还有竹林，这瘸子再不摘的话，估计很快就要被霜打掉。房子虽说是破烂了些，但是却让我感觉很是心安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我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。心里早有预期，但是没想到这房子的内部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。今天先把里面不要的东西给整理出来，待收拾好之后，请朋友们给我出主意，这房子到底应该怎么弄。刚才整理的是一个大间，旁边还有一个小套房。最里面这间面积比较小，还有一间厨房，内部整体就是这样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期待这里焕然一新。为了能够尽快的住进老房子，早上不得不克服我的起床困难症。这2天的目标是把门前屋后的杂草先清理掉，再把房子的内部卫生搞好，之后再根据房子的内部结构和周边的情况进行整改。为了加快进度，还特意请了隔壁家的大娘来帮忙。房子闲置了有些年头，屋前屋后的草长得特别茂盛，得先要一层一层的来，先要处理掉那些长得比较高的草和树枝。再用锄头把地面的草除干净，和之前没有整理的时候对比一下，满满的都是成就感。整个房子豁然开朗，视野也更加的宽广，还能看到对面的房子。人多干活，进度就是快。没想到这草里还有惊喜，发现了好几丛锹头，正愁着没什么菜呢。对呀，哎，干谁？这个开窗子个在天天晒哟，好晒哦。瞧瞧，估计是之前住在这里的人丢在地上的，个头比较小，不过也够一餐了。这边是房子的侧方位，我打算用来种菜。估计这个菜地要最先安排上，因为如果再不种菜的话，冬天就没有火锅吃了。这里是房子的后面。原先我以为这个房子是用泥砖做的，原来是采用传统的夯土工艺建造。这种建筑在我们这边是很少见到的，非常宝贵。夯土用在房屋建筑历史悠久，是以木材作为模具，再采用合理的土石配比，把泥土压结实，这样就形成了夯土。有对这种建筑比较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上某度上搜索一下。4个人用了1天的时间，终于把草搞定。还好有人帮忙，估计我和老哥2个人的话，光是这些草就要用1个星期的时间。老房子的内部非常的脏乱，看着里面的废物垃圾，真的是有些头皮发麻，还有一股难闻的味道。清理掉里面的杂物之后，留下了一地的垃圾。既然喜欢老房子，那就要忍受它的脏乱臭，后面才是真正的考验。很多人好奇，为什么现在的人都喜欢回家改造老房子？曾经的我也是在1、2线城市打拼，
最后的打拼结果却是既没成就也没成家。在外的那些年里，也经历过许多的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，反倒更加渴望农村的安逸，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、一沟一山，曾经最熟悉的陌生地方。这里有曾经熟悉的人、熟悉的味道，还有我整个童年所有的回忆。改造老房更多的是一种情怀，还有给自己和内心一个安放之处。对于老房子的改造方案，目前脑子里还没有一点思路。这个房间最大，2头门，5扇窗。这边是一个小套间，里面那间房很小，外面这间大概9个平方，最里面那间应该就6个平方。厨房还算蛮大的，洗手间就在厨房的里面。这要是改造下来，工程量还是很大的。能自己动手的尽量自己动手，材料也尽量就地取材，以最少的成本达到最理想的状态。自己动手，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。这些是从老房子整理出来的旧物件，在我眼里，这些可都是宝贝，今后可是要派上大用场的。先给整理分类出来，能用的保留，不能用的直接当柴烧。这几张桌子和柜子看着都还蛮好，有些部位还挺好，有些地方就已经腐烂的不行。这几张竹椅看样子还可以用，先洗洗晒干，修补一下还是可以继续使用。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明天见哟。今天开始整理菜园子，先让老哥用铁牛把地翻一遍。铁牛的工作效率就是快，翻松过后的土既蓬松又平整。接下来是人工的环节，要把地分笼。原先老房子种下的菜全部都要移栽过去。胡萝卜有些头疼，谁能告诉我应该怎么移栽？还有这豆苗。老房子的院子里有很多的鹅卵石，先要捡起来留着备用，将来可以用来铺路。接下来把院子弄平整。对于院子的规划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什么头绪，希望朋友们多给点建议。
老房子的卫生整理完过后，开始要整理院子。第一步是先把院子的形状做出来，先用白色粉末把外围轮廓画出来。经过测量，把大门的位置也确定好。门的间距是1.6米，高度为1.9米。开始动工第一铲、第二铲。先挖出2个坑，用来固定门柱。我觉得你挖的洞不够胖。坑挖好之后，先要找出做门柱的材料，既不能太大，也不能太小。老房子还要再过1天才能通上电，不过这里比起以前用电的话，那是方便多了。门柱裁切好之后，还要经过打磨、防腐处理。可以出来，可以。Come on. 打不打？不知不觉，夜幕即将降临，院子的门框也大致完工，还差2个院门，决定后面再来做。接下来是要上山砍竹子、做篱笆，把整个院子围起来。朋友们，如果有什么更好的意见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明天见哟！前天做好了院子大门的框架，这还只是完成了1/3。想要花最少的钱达到最理想的状态，竹子是必不可少的。
附近的山上有很多这样的小竹子，量是足够用的，就是要费些时间去砍。砍竹子原来也是有很多讲究的，砍的时候就要考虑好以什么样的方式下山最节约人力和时间。去竹节也要注意方向，不然就容易把竹皮削掉。没去砍了。每次干活总是会有一些小插曲，活没干多少，吃饭的家伙还坏了。这就是牛一样的老哥，如果哪次是顺顺利利的，我都觉得有点不像他的风格。不过对于处理这些突发事件，老哥还是很有经验的。我又看到一个好东西了，这就是我的了，是不是？人生就是这样，刚刚还有些小失意，没想到立马就出现了惊喜。别人眼中不经意的事物，在我眼里却是个宝贝。今天是个值得开心的日子，老房子终于要通上电了。10几米的高空作业，点亮家家户户的灯火，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光明。院子的大门还要进行修饰。Come on. 都不知道，拿到葡萄都不知道了。每天一点变化，竹子已经砍回来了，明天开始要围院子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今天的目标是围院子的篱笆，大门还有一些未完成的地方，今天要给它做完。上午又去砍了一车竹子回来，感觉还远远不够，还需要好几车竹子。这个大门是参照网上的案例来做的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是有点感觉了。还有2扇门留到最后做，方便院子进材料。开始围篱笆，先把竹子裁切好想要的长度，然后全部再用火烤一遍，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，颜色也会更加好看。开始打桩，为了这个桩，我还跟老哥争论了一会。他的想法就是简单粗暴，把竹子削尖，直接敲下去。经常我们会因为一些小事争论吵架，不过最终他都还是会妥协，按照我的想法来做。围篱笆我们也想到过2个方案，一个是菱形，一个是竖条。光是怎么固定这个竹子，我们也想了很多方法，既要美观又要效率。很多看似简单的背后，其实我们都是查阅了很多的案例，再结合现实情况来做的。没有图纸，没有设计方案，想到哪里做哪里，感觉哪些地方不满意就拆掉重来。最终这个形状我还是决定用竖条，估计很多朋友又想说，为什么不用菱形的呢？现在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4个字形容吧，简约大气。当然这还只是半成品，
其实最终的效果，我想要的是篱笆加围墙的感觉，所以后面会融入一些石头的元素。让我们再看看老房子最初的样子和现在的变化。朋友们，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下期见。这2天围了一半的院子，还有些需要收尾的地方得赶紧做完。用火烤过后的竹子表面会有一层竹油，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。竹子目前是绿色的，等干透之后就成黄色的，到时候又是另外一种风味。一直觉得大门柱子的颜色不是我想要的效果，当初要是不打磨保留旧色，应该效果会更好。忙完之后开始整理院子，准备下一步的计划。估计很多朋友好奇为什么院子只围了一半。接下来是要处理水沟这个位置，打算用石头把它砌起来。附近有大把的石头可以随便捡。冬天怕冷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拼命干活。活也干了，身体也暖和，一举两得。目标是要捡1车的石头，刚开始觉得好难，要捡好久。不过2个人的效率还是挺快的，大概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捡满了。难得进来一趟，得多带些东西回去。自从整理老房子以来，就形成了一种毛病，不管是在哪里看到一些东西，总是想着要带回去，因为这些东西在我眼里都是宝贝。今天就先这样，改天还要进来再捡河里的石头。院子需要用到石头的地方还有很多。这小牛好像和我很有眼缘，小时候的我也是放过牛的，忽然有种想把它带回家的冲动，但是目前不敢轻易养了，怕照顾不好。大家还记得我之前养的2只2师兄吗？其实早在之前他们就已经不在了。在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，我的心里就留下了阴影。刚开始也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，等后来发现之后就已经为时已晚。这个话题比较沉重，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石头已经弄回来了，要抓紧时间干活。老哥中午也没有午休，等我一觉醒来，他都已经干了这么多了。第一次砌这种石头墙，难度真的是挺大的。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，我的院子终于有了一些变化。没有华丽的装饰，只有来自大自然的点缀。很多东西不需要用金钱来衡量，自己喜欢就好。今天一大早就听到了一个特别兴奋的事情，附近有一家正在拆老房子，其中有一些不要的木材，我们可以过去拉。我和老哥马不停蹄的就赶了过去，生怕这些好东西会被别人抢走。这个村庄我还是第一次来，距离我的院子不远。一进来，首先就被眼前这棵树给吸引了。仔细一看，树干上附着着一种叫做胡蕨的植物，也是一种草药，据说可以用来治疗跌打损伤。先来参观一下老房子。我的家乡位于江西省赣州市，建筑风格是典型的客家建筑，土砖加楼房，中有天井。要拆的位置是这后半部分，来不及感慨，得赶紧干活。先把最重要的门板拿出去，后面再来捡木板。
下雨了，开不开心？捡到宝了，是不是？最近真的是想什么来什么，这给我们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的材料问题。拉完这些材料都已经过了午饭的时间。很多朋友说我们更新的太慢，屏幕3分钟屏下2天工，2天干的活要浓缩成短短的3分钟，材料要一点点准备，事要一件一件来干，改造的方案也要一步步确认，所以请朋友们大家耐心等待。也请朋友们一起参与进来，大家多提些方案或者是建议，最后我们一起期待改造出来的效果。如果你也有一个田园梦，喜欢乡村生活，希望我们可以共勉。砍完竹子回家，把接下来的篱笆墙做完。Come on。大门前面有一些需要收尾的地方，前面这个坑要给它填满。再来一车。目前把院子的大门还有篱笆墙做好了，接下来是要整理老房子的墙面还有厨房。先把框架做好，后面再去完善细节。下雨了，今天开始整理房子。先从铲除墙面开始。老房子的墙基下半部分用的是青砖还有石头，主墙体是夯土结构，房梁上还有一些土砖。再猜一下，这后面的什么？那后面那个是什么字？吧。为先，公应该是公。为本，本字，读不读？本字，还读不读？以教育为本，这个是本字。这要你说了，我也。前面那个是百年大计，你看，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。好多朋友在原先的视频就看出来了，这里其实就是原本的小学堂。从前这里只有一位教师，教1到3年级的同学，也只有一间教室。3年级过后就去村里更大一点的学校上学。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在村里的学校也只是上到3年级。我这鼻子喘不去了，哪里有病？好多。还有个好东西，没事可以扇一扇，好不好敲？一个车牌。68824。我等会儿哈。懂的。这间打算是用来做卧室，里面的吊顶还有白墙全部都要铲掉。这个铲墙的过程看着特别解压，一铲就是一大块掉下来。不曾想这白墙一铲完，里面竟然是黑色的。突然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想法，
这墙该不会是烟熏黑的吧？难不成房子建完之后要用火烤一下？看来要找村里的老人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。不过这颜色正合我意，是我想要的旧色。上面的好惨，下面的惨到怀疑人生，只能一点一点来。铲完之后就要开始清理垃圾。清理过后的效果，接下来是清洗，要把墙面、房梁还有底下的石头清洗干净才好上漆。啥玩意儿？一个爱折腾的人，他的工具是很齐全的，不但要会用，还得会修。今天就这样了，天都黑了。前2天把老房子的白墙给铲了，没想到这墙的里面居然还有字“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”。我打算把这几个字保留下来。墙壁的颜色不会进行改变，会刷上一层固态漆，防止泥土掉下来。昨天洗墙的时候不小心把上面2个字洗模糊了，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吗？今天的计划是把厨房外面这个亭给拆了，重新搭建一个。拆完之后，在原来的位置重新搭建一个亭子。亭子的里面打算是砌一个土灶，做一个开放式的厨房。原来的厨房会给拆掉，计划是做一个工具房。这里的墙面要修补一下，以前的瓦片质量很好，即使是过了那么多年，依旧很坚固。修得好吗？肯定能修好啊！那么烂，修不好我怎么搞？我在这上面干嘛？修不好你就别下来了哈。修完墙面要固定亭子的柱子。柱子定位好之后要浇上水泥，等待水泥干透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操作。只要肯用心，每个老房子都是有很大潜力的。
整理老房子已经有一些时日了。厨房我想做成开放式的，框架和屋顶都已经完成。为了加快进度，我和老哥还特意去购买了设备。台锯是有了，还差一个锯台。干嘛？万一装错了呢？锯台是一位做装修的朋友送的。慢着来。回来安装好试了一下，还不错。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就欠东风。厨房的亭子一做完，终于可以把剩下的篱笆全部围完。篱笆围完还要留一道门，方便进菜园。这几天是入冬以来最冷的天气，我的邻居吃完饭没事就喜欢过来烤火。竹子用完了，又得上山砍竹子。这次预计要用到100多根的竹子。这片竹林是老哥以前发现的，这种竹子在我们这边还是比较少见，个头比较小，不用破开，用来做篱笆是最好的了。重不重？好重，太挂。100多根。这才500。砍了100多根的竹子是用来做竹墙，这个方向是风口，所以要围起来。想着是用来挡风的，没想到到处都是空隙，应该也能起点效果吧。围完之后，下一步的计划是做灶台，期待我的开放式厨房。现在整个院子都已经围好，可以把大门给安装上。上回被人拆了房子捡回来的木门，现在终于可以用上了。很多朋友说我的院门留少了，不方便进车。其实里面是想要做一个花园，门一安装上，瞬间就有了家的感觉。历经了1个月的时间，终于把院子围起来了。明天就要开始做厨房了，下期见。老房子的院子终于围好了，要开始做厨房。先把需要用的材料准备好。这里之前是个采砂场，不过现在好像没有人管理了。偷偷拉一车回去，应该不会找我要钱吧。沙有了，还需要用到水泥和砖。材料准备好，开工。灶台是要做2个灶的，一大一小。先要确定好长度和宽度，再用木板钉个架子，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拉线了。先要把地面垫高一些，然后再次确认锅的位置和灶口。不知不觉天就黑了，最近吃饭都是随意搭的灶煮菜，吃完晚上还得加班，不然的话无法在预期的时间内完工。第一天总算是出了些效果，再接再厉。用了2天的时间，总算是把灶台的基础完成了。
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个灶台做的怎么样？做一个农村版的开放式厨房究竟有多难？首先要砌出一个2个锅的灶台，灶台分为一大一小2个铁锅。下一步是固定烟囱，烟囱是2个锅一起共用。还没做之前最头疼的事情就是这个烟囱到底应该在什么位置。有朋友说水泥里加入一些盐可以防止开裂。安装完之后要试烧一下，看一下出烟情况。烟出得去，不会倒烟，灶台就算是成功了。接下来要给灶台做个装饰。刚做完泥匠的老哥，此时又转变成了木匠。木条安装好之后打磨一下，再刷上木蜡油。灶台是有了，还差个洗菜台。洗菜台决定坐在靠墙的位置。早在前一天晚上就把洗菜台的下半部分做好了。用水泥就是比较麻烦些，要等待水泥凝固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操作。老哥砌水泥的技术也是越来越好了，他总是说等房子改造完之后他就成了半个师傅。砌砖的时候特意留了个小孔，用来做洗菜台的出水口。原本是白天就能干完的活，结果晚上要加班，因为下午活干到一半，老哥就跑出去抓鱼了。这下朋友们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视频更新的慢了。看来我的院子鱼池的鱼有着落了。走的时候朋友送了好多红色的小鲤鱼。洗菜台先用木条做出模型，再往里面倒上水泥。中间的这个脸盆就是洗菜台的位置和大小。等水泥烧干的时候，再用石头砌个洗菜盆。天色已晚，今天就先这样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期见吧。没有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哟。老房子的开放式厨房今天终于完成了。今天的计划是做橱柜，还有接通洗菜盆的水管。先去把材料买回来，水龙头还有水管。亲自动手。先用木材把橱柜的框架搭出来。很多朋友说我的洗菜台浇水泥的时候没有放钢筋，担心会断掉。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之前就考虑到了，这个膜是不拆的，刚好也是需要木材的元素。砌砖的位置也会用木块包起来。框架做完之后，安装柜门。做柜门还有安装是最难的地方，为此老哥还返工了好几次。不过最后能被他折腾出来也算是比较完美的了。第一次能做成这样可以说是马马虎虎了。以前他做事情追求速度，很粗糙，现在改变了很多。接下来是安装洗菜盆的水管。
厨房总算是搞定了，准备今天的晚饭。这些菜是1个月前种下的，现在已经采收了好几茬。自己种出来的菜吃起来就是格外的脆甜。老哥说洗菜台总感觉有些空空荡荡的。这棵植物是他从河边挖出来的，红色的果子可以挂很久，非常好看。洗菜台放上一盆植物，是不是瞬间就感觉不一样了呢？农村有一个这样的厨房，你们会喜欢吗？反正我是喜欢。香。水干，喝点米酒，红油。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
开放式厨房真是越看越好看了。早上和老哥来到院子，第一件事情是先烧火，把昨天的碗给洗了。自从这个灶台完成之后，就再也不用担心天冷洗碗的问题。不过这洗碗的速度可得快些，不然会烫手。厨房现在还是很凌乱的，很多东西没有安置的地方。当初设计灶台的时候，还特意留了个出水口。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了，先要做个柴架，把这些柴给整理一下。接下来是给后面的墙壁做挂钩，因为是土墙不好固定，所以要先用木板打底。这里是专业人士操作，危险系数高，请勿模仿。我懂。挂钩搞定，开始处理橱柜。橱柜是要做成2层。橱柜比较简单，切好木板直接放上去就可以。回乡之后，我发现我的朋友圈越来越小。其实不是不想交朋友，也不是喜欢孤独，而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社交上，不想为了一些不必要的人际关系烦恼。经历的多了，自然也就看透不在意了。或许这就是成长吧。年已经过得差不多，我的院子也该开工了。按照习俗，年后开工是要放爆竹的，祈祷新的一年顺顺利利。大吉！发红包！今年的第一个规划是先做院子。春天来临，正是万物复苏的时候。这个季节种植的植物存活力比较高。第一步的计划是用石头铺设院子的路。年后的天气不大好，总是下雨，这也是迟迟没有开工，一直没有更新的原因。看来老哥还是高估了这台3轮车的动力，越是往前使劲，结果陷得越深。无奈只能把前面捡好的石头全部倒掉。
这个时候车子千万不能熄火，如果水从排烟管进去的话，那就完蛋了。看来以后做事还是得小心一点，不要这么冒险。好在是有惊无险，先要画出鹿的形状，然后再挖出一点深度。忽然身后出现一个身影，放牛大叔，我的帮手来了。他说我干活太温柔了，还是让他来吧。大叔养了10几头的牛，每天下午这个时候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过来聊天和当帮手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，有了他的加入，干活的进度就快了许多。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像是在城市，平时空闲的时候可以找邻居唠唠嗑，邻里之间也会相互搭个手。铜锣比较少见，大娘是用来吓唬鸟，防止吃她的菜。说话间，另一边的牛在慢慢靠近我的菜园，跟大叔开玩笑说，看在帮忙的份上，牛吃了菜也没关系。他说这可不行，不能让他的牛养成了吃菜的坏习惯。用石头铺路的好处就是不需要花钱，但是需要多费些功夫。老哥说他这不是在铺石头，而是在种石头，因为每一块的石头大小和形状都不一样，需要找出一块比较平整的面，和其他石头尽可能的衔接在一起。高的地方要挖深一点，矮的地方需要垫高一些。最后再用一块大的石头作为台阶，连接走廊。就这样用了2天的时间，把院子的第一条路给铺好了。下一步是准备在院子挖一个鱼池。早，干活了。今天是要给院子挖一个鱼池，鱼池的形状先用绳子围好。画个中国地图。看老哥这架势，像是要大干一场。院子里挖个鱼池，这个想法已经有了很久，前期也查阅了很多的案例。我们没有学过设计，但是照葫芦画瓢应该还是可以的。鱼池最难的应该是做排水还有过滤系统，其实到目前都还没有想好到底应该怎么做，只能顺藤摸瓜，走一步算一步。前提一定是以最少的成本来做。好累啊，渴了。这个还要挖1天呢。这个不用，今天上午把它搞完。干活。挖出来的泥土也要给它想好去除。原本的计划是要挖1天才能够挖好的，没想到这么快。鱼池的内部分为深、中、浅3个区。之前想的是挖一个公鸡的形状，现在快挖好了，越看越不对劲。本来就大脚丫子，还没一个脚趾头而已。这个脚还是左脚人踩。
公鸡没有挖成，倒是挖出来了一个大脚丫子，不过也挺好。目前还没有住进来，所以只是中午在院子里吃一顿。和刚来的时候对比，现在的条件不知道好了多少。那个时候只能随意用砖搭个灶做饭，现在却能吃上自己种的青菜。很多朋友说开放式的厨房冬天做菜会很冷，其实南方的室内和室外温度相差不大，主要是干着活也不会觉得冷。不用买盐，好了，青菜可以不洗的。放点油，水缸里头开饭。一天的活没想到半天就做完了。冬天已经过去，马上就要春暖花开，给山里的小蜜蜂做间房子，顺便收点租金。哎呀，有路不走要走这种地方，你有毛病啊！那里有路你走路啊？还有毛干手，凉。压几天打完你的。牛叔带着他的牛又准时来报道，我觉得牛叔这个称呼更加适合他，恰好他又姓刘，跟牛谐音。下午天空又下起了雨，加上材料没有准备好，所以只能明天继续。期待明天有个好天气。视频的最后给大家分享一段我之前拍下的美景。院子的鱼池形状已经挖好，准备开始下一步。开工！鱼池需要用很多的石头用来做装饰，石头要选用河石，经河水冲刷过后的石头会比较圆润。这回用到的材料距离院子最近，原来一直没有发现院子前的这条河居然有这么多的石头。石头准备好，开始给鱼池铺防水膜。
裁剪好想要的长度，最后再对鱼池进行一次修整。接下来就是开始铺防水膜。担心鱼池会漏水，所以防水膜特意铺了2层。捡回来的石头还要清洗一下。洗好的石头放到鱼池的内部和外部进行装饰。这样看来，鱼池的石头还远远不够。再给鱼池接上水管，就算是完成了一半。水管的材料费用一共是62，防水膜是老哥从家里带过来的。鱼池的费用预计是200以内，还差一个循环水泵，目前还在路上。接水管这个事情还是得懂的人才能做好，水管的型号、长度、转接头都需要提前计算好。如果没有接触过的，光是那些术语都听不懂。幸好我有一个万能的老哥，这些事情都不需要我来操心。推到位，好了。经历过后才知道，看似简单的事情，其实背后有那么多的讲究。记得曾经有位朋友说过，一定要多学一些技能，虽然日后不靠这些技能吃饭，但是至少在生活中可以让你少走一些弯路。接好水管就可以放水，等待1天，如果没有漏水的现象，就算是成功了一半。院子的鱼池终于完工了。过完年之后，几乎每天都在下雨，鱼池的进度一直也是断断续续。上山砍些竹子，给鱼池的循环系统做个造景。在这里。来。计划是做一个这样式的，看起来好像挺简单，不知道金老哥的手有一个什么样的版本。多的不说，少的不唠，开干！回歸嘛。Dạng nghe chung chừng nữa. 经过一番折腾，算是做出来了，虽然跟图片上的有些差异。安装完毕，准备试水。牛叔这个帮手可比我强多了。
自从改造小院以来，牛叔帮了不少的忙。接下来就要安排放鱼进去。先要去山里找点宝贝。看到这些长在石头上的石菖蒲，我的内心是激动的。满满的收获，每一颗菖蒲都跟石头牢牢地连在一起。年前准备的鱼，这下终于可以派上用场。脚上。哎，跑了一个。最后把捡回来的菖蒲摆好，放上水就可以放鱼。算一下这个鱼池总共花了多少钱？水管62，循环水泵是69，加上其他无法计算的杂费，应该是不到200。虽说做鱼池没有花多少钱，但是日后的水费、电费可是一笔不少的费用。这样的鱼池你们会喜欢吗？我们下期见。改造院子的空闲之余，也要管理一下菜园。天气开始慢慢回暖，到了该播种的时候，先清理出一小块地，用来育苗。先让老哥做个示范，下回我自己来。毕竟关于种菜这个事情，他比较有经验。在还没有成为一名合格的新农民之前，我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。关于种菜有太多讲究了，什么季节播什么种，各种菜需要注意的方面都是一门大学问，许多种菜的技巧都是经先辈们的经验而得来的。一份耕耘，一份收获。种菜是一种心情，能享受种菜的过程，也能品尝其中的乐趣和收获的喜悦。年过完之后，我就在网上买了很多的菜籽种回来，一下子买了10多个品种，有瓜类、辣椒、蔬菜，还提前几天给这些种子做了催芽。一想到日后我的菜园有各种吃不完的菜，内心有点小小的激动。种子种下去之后，在土的表面撒上一层草木灰，然后再盖一层薄膜。接下来就是一段漫长的等待时间。
亭子做完之后，准备给院子搭一个秋千，挑选出一些比较好的旧木材，准备开干。一听说要做个秋千，小朋友们最开心了。平常这两位可都是请都请不来，宁愿待在家里看电视。先在地面打出4个坑，用来固定柱子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，有个我们。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，常让我。坑的深度是40多公分，深一点会比较有安全感。确定好高度，把柱子裁切好，用水泥固定柱子。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向光阴的4根承重柱固定好之后，开始固定横梁。不声就让灯一亮，无人的空荡，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，飞驰中旋转，已不见了吗？远光中走来，你一身晴朗，身旁那么多人，可世界不声不响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。秋千架做好，下一步是做椅子，稍微的给椅子加工一下，既好看又安全。刘叔说有认识他的朋友刷到了我的视频，看到了他，没想到他居然害羞的从一边溜了，还叫我不要把他拍进来。树叶飘转在池塘，结果他还是忍不住要来帮忙。我想了一个比较折中的办法，就是不拍他的脸，实在不行就拍侧脸，再不行就拍半张脸。老哥干起活来总是一脸认真的样子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很凶，一脸的不高兴。几帧从前啊，飞驰中旋转，已不见了吗？远光中走来，你一身晴朗。最后一步，把椅子安装上，整个秋千就算是完成。世界不声不响，笑声中撕过几张旧模样，留在梦田里，永远不散场。暖光中醒来，好多话要讲。不要那么凶的表情。那么多人，可是他不声不响。奶奶，跳下来啊！我有那么牛逼了？像猴子一样爬下来啊！我在要辛苦一个。这样的青春。这要放个绳子了，像边上很要好。等下人家以为你上吊嘞。哎呀，不是这样子系呀。绳。生下來幫佢當，生下要到去愛嘅，所以啊，跟住，係吧？人群里唱着一盏灯。
一别半生，不过转转又兜兜，用尽最尽头的。我遇上了，究竟是否这我本发生过，还有半生伤，天荒地在心头上。荒芜太多的月光，回不去的是故乡，夜里回来让脸上扬。一别半生，我终究用尽最尽头的换来仅仅只有我的力量。究竟是否再等一遍？我们翻山过海，要用力转身走，夜光飞过在心头上。荒芜太多的月光，回不去的是故乡，夜里让脸上一样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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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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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我们翻山过海，要有你伴手在路上，夜幕黑影在心头上。荒芜太多的月光，回不去的是故乡，夜里回来让年少模样。我还要有你在身边。今天要做个吃饭的亭子，正所谓秀色可餐，吃饭不仅仅只是为了填饱肚子，还可以当成是一种享受，慢慢品尝每种食物的味道。就这条了。拿这么多这个干嘛？对吧？你看着我这，给你做个好东西。差的很你。
我都这样，你家长你下面这几样，我这我这是个样啊，我这去干啥你吧3月，油菜花开，我的家乡又举办了油菜花节。早餐过后，早早的就来到了这里。比我更早的还有老哥，全场最靓的仔。看一下，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，是不是？阿姨们带着自家的好物，也早早的前来等待相中的人。有鱼干、杨梅干、茄子干、辣椒干，还有各种菜干。农村对这些食物最好的保存办法就是制作成各种干，这些可充当了我们小时候大部分的零食。在这一片金黄里，大家不仅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风景，还可以尽情的拍照，尽情的玩耍。带上家人，约上3两好友，一起出来春游吧。除了可以欣赏油菜花，还可以欣赏各种表演。游玩的同时，还可以品尝各种美食。穿过小路，眼前又是另外一种景象。如果你错过了今天，那就一定不能再错过明天。你知道油菜花的花语是什么吗？你想要的，以后都会有。
整个冬天都在忙着改造老房子，总算是有了些变化。冬去春来，又到了春耕时期。话说种水稻怎能少得了水？种水田第一步是先要把水引到田里。今年的水区淤泥太深，挖起来比较费劲。开工了！看到拖鞋，熟悉的老哥又回来了。记得去年马蜂事件，差点就把这双拖鞋给跑丢了。要想田里尽快灌满水，那还得是大家伙管用。奈何这淤泥太深，没想到第一台机器居然陷了下去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！这种事对于他们老司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，有熟练的操作技术加上经验，上来是没问题的。你转来来，好，走。你还记得他吗？上次俺那个鸡搬了个么鸡啊？鸡就改你呢。今天是好事多磨的一天，关键时刻还掉了链子。第一次亲眼看见这些操作，不禁要感慨这科技的神奇。专业的事情，专业的人操作，我这种门外汉也就看个热闹。操他爷！水稻屈成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借着春风春雨开始忙碌起来。随着机器的响起，就像是打响了一场春耕的战役。春光不负，农时不误，未来可期。祈祷接下来的日子里风调雨又顺，秋天大丰收。周末来临，约了朋友来院子里做客，想了许久，不知道用什么招待好，所以特意起了一个大早。春天正是各种野菜旺盛的季节，平常的菜大家都吃惯了，没有什么新奇之处。想着弄些野菜给大家尝个新鲜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鱼腥草现在是最嫩的季节，用来做一道凉拌菜。拔完鱼腥草，再去摘些蕨菜。今天子女可高兴了，来的人当中，其中也有她的同学。本以为我来的已经够早了，没想到蕨菜已经长得老高，好多都已经长出了叶子。摘野菜不仅仅只是为了吃，更多的是摘的乐趣，还有其中收获的喜悦。之前雨水多，砍过的树桩居然长出了蘑菇，这种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就不用客气了。我一嘴，还爬过去。哇，鸡汤，人间烟火，柴米油盐，粗茶淡饭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安静的日子过久了，有时候也是需要热热闹闹一下。相识就是一种缘分，难得一见如故，期待来日方长。